这边不知道是有什么明星，一堆人在这里拿着相机拍。哇，真的是史上最空的商务舱。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没有荧幕。那我这样是不是其实大家经济舱就可以了？我的脸红到刚刚空服员来关心我，我是怎么了？脸怎么这么红？Hi, I'm here to pick up my car. 当那个承办人员，他跟我聊很多，聊到一半之后，他就跟我说，要不要帮我升级成？真的是体现英文多重要。我要跟大家说一个错误示范，就大家如果开车的话呢，绝对不要。Hello， 我是阿迪。今年真的是飞遍了世界各地，我们这次要去的是夏威夷。其实看弟妹去玩还蛮开心，加上七哥问我说，如果要跟环岛帮一起去一个没有去过的海岛型国家，我们可以去哪里？所以最后我们就决定一起去传说中的海岛度假天堂夏威夷。那这是我在查机票的时候呢，调整不同的日期，我有发现了一个相对比较便宜的商务舱，去程搭菲律宾航空，回程搭夏威夷航空。一般这样子4段的商务舱都要大概12、13万，但是我找到这个礼拜一出发的，它只要9万，10几个小时的飞行，4段飞机票，我们就一起来开箱看看夏威夷航空跟菲律宾航空的商务舱吧。我们现在是早上7点，我待会的飞机是9点45分，这次是要先飞去菲律宾马尼拉，停留6小时20分，6点40再搭上飞机，搭10个小时30分钟，总共的飞行时间是13个小时。这个时差好怪啊！走了，拜拜。上次土耳其回来之后，不到1个月又再出门了。哇，今天的机场好多人哦。等一下，我刚刚排超久的队，我突然想起来，我是搭商务舱，我不用排队，我刚刚已经排了10分钟了。谢谢。后面看行李哦。好。不知道夏威夷的食物好不好吃，所以现在有机会来贵宾室，赶快再多吃一点台湾的食物。去过这么多国家，我觉得食物跟物价真的是你会不会想要常待在一个城市最关键的要素。贵宾室居然还有珍珠奶茶，是热的，感觉是刚煮好的。我是3A 这个，它的这个枕头特别的烫过，好整齐哦，摸。因为我们现在只是要飞去马尼拉，通常这么短的旅程，大家不会买商务舱。哇，真的是史上最空的商务舱，因为我是直接连接，从马尼拉到夏威夷就都是商务舱。待会应该就是吃早餐，它可以选鸡或牛。这个媒体系统好像都没有可以看的东西。商务舱的餐点是不能马虎的，糖醋鸡、像马吉的东西。这是第一次来菲律宾也是蛮大的它的走道是这种毛毛的地毯，然后因为下一段也是商务舱，所以我可以去窝在他们的贵宾室很久。我已经经过安检，又进来到登机门的区域了，找一下他们的 lounge 在哪里。这边不知道是有什么明星，一堆人在这里拿着相机拍。Who you guys waiting for? K-pop idol. K-pop idol? Really? Oh, you don't know? You guys don't know? Okay, tonight? Okay. 应该是有一个韩星在里面，可能有一半的人都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在这里拍，所以就跟着一起拍了。包含我这位。안녕하세요。健美镜的全球代言人，我也是健美镜的代言人啊，我是健美镜的台湾代言人。哇，他们这样子拉着他这样走，好酷哦。好像有人没有这个班机的机票，就想要偷偷跑上去。人有名到一个程度之后，真的是会没有办法想象。我也被要合照了，杰美金的台湾代言人还是有人气的。拜拜。我的这个 lounge 不是这边，所以我没有办法去看刚刚边边用过的 lounge。哦，它这个设计很特别，中间一个走道，然后左右两边这样可以进来，还蛮开阔的。能够在菲律宾的机场遇到边佑喜，真的是还蛮夸张的。然后巧到让人家觉得是不是谁的？我不是私生饭，
好，我现在找好我的位置了。这边的网络也非常的稳定，我在这边可以工作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再前往夏威夷。姐美金有托我带一些产品送给环岛帮的成员，特别是防晒，因为他们觉得夏威夷很需要防晒。我的行李箱里面就是有一整袋姐美金的产品，越讲越像是谁的。终于要登机了，6点40分。商务舱不一样哦，它是121，很明显的位置比较大，感觉高级很多哎。果然比较长时间飞的那个机型会不一样。华航也有这种很大的平台，它没有那种按压式的 locker， 这边就是耳机推出来哦。这个好可爱哦，好简约哦，很像苹果的设计。后面的话是一个电玩遥控器，然后一些充电座位控制在这边。它里面清的也算蛮干净的，屏幕很大，挂外套的。它这个已经预先铺好了，像是长荣或是华航，他们是起飞之后才会问你说你要不要 make the bed， 然后再帮你铺上这一层。一样，他们很大的那个枕头，它的被子装在一整个套子里面，被子不错哎，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不是现在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超级划算。起飞了，哇，刚那个酒有点烈啊。Thank you。我的脸红到刚刚空服员来关心我的脸怎么这么红？但是只是喝酒。这边来了，我的鱼来了。好，我要准备睡觉了，可以完全躺平的，里面空间也很够。好，我们到夏威夷了。Thank you， 拜。我觉得休息得很不错。我原本很担心这边的时差，但是我睡觉的时间算蛮刚好的，差不多就是从半夜，然后睡到早上7、8点这样。我都忘记美国海关会问多详细了，真的是去过各个国家里面，美国就是会问最多问题的。我成功出来了。我今天这一整天是独旅，因为我要买便宜机票的关系嘛，大家记得我要提早来1天，所以我有租了一台车，把所有租车都组织在同一个建筑物里面。我是那个 Sixt。Hi, I'm here to pick up my car. I think they upgraded me to a BMW. Yeah. Okay. BMW Series 4. All right, thank you. 当那个承办人员，他跟我聊很多，聊到一半之后，他就跟我说，要不要帮我升级成 BMW？ 反正他刚刚就提议说，反正今天这一台没有人租，要不要就帮我升级？所以这台呢，就是我们接下来5天在夏威夷 Honolulu 本岛开的车 ，trunk 超级小，基本上只能塞我一个行李箱。哇，喂，太帅了吧！我第一次开 BMW 真的是体现英文多重要。可能是因为我有跟他讲说，我这次来拍一个跟夏威夷历史有关的影片，他就很有兴趣，因为他自己是夏威夷人，所以他就说，要不要帮你升级？现在这个时间点超级适合跟大家介绍我们这一集的赞助厂商。Amazing Talker 是全台港最大的1对1家教平台，线上有超过1万名老师可以让你自由选择，从英文、西班牙文、日文、程式语言通通都有。而且除了语言学习之外，Amazing Talker 现在还提供专业学科课程，像是数学、物理、化学都有老师可以线上教你。想知道平台上有没有适合你的线上课？只要到 Amazing Talker 的平台首页搜寻教师，就能找到每个老师的课程资讯和学生评价，或是直接在首页用 AI 智能推荐功能，输入你想学什么，还有想上课的时段，3秒钟就能自动帮你配对到适合的线上家教。我自己在 Amazing Talker 上面遇到的老师真的都非常专业，也都很愿意跟我沟通我的学习需求，不管是出国前想要速成口说绘画，还是想要准备考试检定，在平台上都可以轻松找到对我最有帮助的老师，甚至到当地还有老师愿意跟我碰面，就像是交了外国的朋友一样。上课起来完全没有压力，而且在 Amazing Talker 上面1堂课就可以买，不用绑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资讯栏拿$10的课程兑换券。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看看在夏威夷独旅那1天发生了什么事吧。这是我在夏威夷的住宿，好像爬4楼糟糕，它的卡片 doesn't work。哦，开了，它只是感应不良。试了几次之后它就开了。终于到了。OK， 非常基础的 studio， 比我想象中的小一点，暂时住1晚而已，不错啦，干干净净的。我们来看一下这附近的海滩，从我住的地方走过去只要5分钟。好，我们快到了，哇哦！其实天气比想象中的不热，不会到那种闷热的感觉，就还蛮干爽。到处都是人。在这一整区就有非常多的度假饭店，启哥后来帮我们订的饭店好像也是这边面海的其中一间。
这应该是人造石吧。这个海是青色的，蛮漂亮的。真的是超级度假胜地，世界各地的人听到了超多种不同的语言。然后刚刚看到在海上有很多圈起来比较浅的区域，可以让大家在那边飘来飘去的。也有另外没有遮蔽的区域，就是可以直接冲浪的。Like so many happy faces here， 这一整票人都是来度假的。实际上到海滩玩，我应该等奇哥他们来在一起。既然都租了敞篷车，可以沿着海岸线在夏威夷兜风的感觉。这边有个公共给大家冲洗的地方。我的妈呀！夏威夷的停车费1个小时要10美金，不到3个小时要快1000块钱台币。这边超级难找停车位，因为我今天住的那个大家也看到，它就是一个非常便宜的 studio， 所以它没有附停车格。从机场开过来，我原本是想找外面那种空的停车位，我找了大概半个小时没有找到半个，我就只能停在这种别的饭店附属的停车位。但是有车还是很爽。我的车 BMW。这里，哦，哇，太帅了吧！哇 ，Transformer 哎，我现在要去夏威夷最东边的一个海滩。到了，开敞篷车比想象中的舒服啊！我原本以为会很多灰尘、沙石之类的，然后一路下来那个风又蛮舒服的。但我刚刚一个人开，没有办法拍眼前的景色。刚刚看到很多山上全部都是屋子，这边好像因为观光客很多，然后也很多美国人来这边置产，全美50州里面房子最贵的一州。独旅加上你要自己开车，要想办法架镜头，还要讲话，好累哦。这一区有 taco， 然后有 poke， 有炸鸡，有泰式，单纯点好食物，随便找个地方坐着吃就好了，不用付那个小费，他们没有服务生在服务你。16块、17块，所以就是一份餐点500块钱。taco 应该会比较便宜。哎，不好意思，没有，是17、18、19块，但至少现在台币有升值啊，稍微的不贵一点点。我吃 poke 好了，最有营养，价格最合理的，它还是要 tip 的，好吧？我刚刚点的 combo 就是2个口味的组合，然后加上1杯饮料，777台币，比我想象中的小。哦，最好要很好吃哦。夏威夷物价是不是又比加州更贵啊？饭不错吃，但是这个鲑鱼好重口味，它是那个辣酱很浓稠。你看它的尾鱼，尾鱼的调味比较刚好，它是一个大蒜味噌酱，哦，这很好喝哎。Lemonade 里面有加搅碎的那个生姜，感觉很健康的一个饮料。哎，完食吃了这个我才想起来 ，Poke Bowl 就是从夏威夷缘起的，生鱼块腌制过，加一些酱油，然后放在饭上面，吃法是源自于夏威夷的。然后这个食物是这里文化的缩影。原本的 Poke 它是这里的渔夫他们抓完鱼，然后料理完之后剩下来的鱼料切成方块方块的，腌制过之后就配着可能海草吃了。但后来这边有很多的日本跟中国的移民带进来酱油啊、麻油啊、洋葱还有饭，慢慢这个文化融合之后 ，Poke Bowl 就变成生鱼块放在饭上面。然后为什么我对 Poke 知道这么多？是因为5年前有想过要不要开在台湾的 Poke Bowl 连锁餐厅，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吃海鲜素，然后当时我经纪公司 Pressplay 他也鼓励创作者们去发想说自己想要创业的话会做什么。我是想做 Poke Bowl， 然后我妹是想做珍珠奶茶，然后最后经纪公司说。我们谨慎评估之后，弟妹的创业想法比较可行。再睡5分钟，5年了。那我呢，什么都没有。我要跟大家说一个错误示范，大家如果开车的话呢，绝对不要穿夹脚拖，右半边的屁股好痛。我家都很硬嘛，所以它有一个阻力，踩刹车跟油门的时候，还要在这边换来换去，我的右半边的屁股现在一直在抽筋。奉劝各位，大家学废了吗？
今天好像没有做什么就结束了。以前在国外拍摄的时候都没有自己开车过，边开车边讲话，因为你知道你看影片都会觉得哦，感觉就这样嘛，蛮简单的。你实际上去操作，你要做了，你才会知道这多难。不过明天就要跟奇哥他们会合了，所以我明天应该是吃完午餐之后，在饭店直接跟他们会合。好，我要去按摩我的屁股。早安啊！这个床很好睡，软硬度刚好，中间还夹了一层不知道是什么毛毯，香香的。我早上一起来，精神饱满。那我想说，哇，这之间真的很划算，因为我记得大概只要3000多块钱。update 一下，这间房间一个晚上差不多是要7000台币。American Experience。我们接下来几天的住宿是这里，太夸张了吧？也有洞天，还有个瀑布哎。这个饭店是有点像 shopping mall 融合在那个 check-in counter。房间的话，应该就是在这整个 complex 里面，看出去的海滩，隔一条马路就是海滩了。为什么只有你们？因为我们行李太多了，我们就分车过来。哦 ，OK，他们马上就到。OK，超兴奋呢！第一次踏上美国的领土，过海关我很紧张，就来到全部都是英文环绕的环境。之前去日本可能会有汉字可以猜，但这里没有。然后海关每个都很壮哦。出国前我们就做各种如何过海关攻略。问什么答什么。哇，好用心哦。然后你不要多嘴，你也不要主动乐于分享这样子。这样，那你有看我的影片吗？这次没有看。你不是英文教父吗 ？Yeah, of course. Nice to meet you, Ray. 但是英文教父第一次来美国，的感想如何 ？I feel excited. Here is expensive. I love you. 我们应该要拍一个企划，是把它丢到这里的菜市场之类的，然后让他跟当地的这些小贩讲话。我很想有一餐用全英文帮你们点餐。OK。我点什么你们吃什么？点 I want a steak。然后我帮你点鲑鱼，你也不要生气哦。OK 好。2号参赛者奇哥，哟，3号参赛者 OK 吧？很久没看到你，真的迪哥，全员到齐了，夏威夷那个蓝色的比基尼要看起来了，好不好？蛇丸一直在跟那个我们 Uber 司机说，我晚上出去有没有危险？有没有危险？Uber 司机跟我说10点钟你可以试试看，他到底什么意思？这边都是观光客，这边治安很好，好吧？那我10点钟要出去跑一下。这一趟所有人都会拍影片，然后我们有分配好主题。然后我这边的话，接下来就会是转移到阿迪日常那边做日更，期待我们这下一位的冒险，拜拜，好啊！非常快，我们夏威夷10天的旅程告一段落了。那接着的话，因为我买的票特别便宜，但是它拼凑起来的。待会我虽然也是要去日本，跟你们一样。但是呢，我要出关2次，那个行李要挂3次。你要去宜兰？没有。你为了宜兰？没有。你们是要去哪里？我们要去东京。我是要去关西。我待会要出关，然后重新进来一次，然后我再飞到关西，然后关西再出关，所以接下来就是会跟他们分开了。那我们台湾见，拜拜。接着我从夏威夷这欧胡岛回到台湾，我就是搭夏威夷航空的商务舱，可以跟菲律宾的比较一下。现在要先拿第一次的行李，算是要出关，然后再重新 check in。Hawaiian Air check in 完成，可以走特别通道，回来到机场里面了，前后没有花到1个小时。我们来开箱一下它的 lounge， 其实非常的小，甚至比菲律宾的 lounge 还要小。啤酒、红酒、白酒是白饭，好酷哦，可以自己做 poke bowl， 这边还有个做松饼的。做一碗 poke bowl 吃，我觉得我调的不错贵宾室比较小，但它的食物没有任何的冗员，它旁边还有2锅汤。这个鸡胸肉还好，尾鱼呢？尾鱼不错，这样做起来跟外面卖的没有差太多。像一碗可能要12美啊，比较小碗的话。松饼来吃吃看。这边的食物真的是非常的精致，就是 miso pork， 口味蛮重的。这边可能有工作人员是日本人，米很好吃。这里的食物是对台湾人非常友善，缺的就是贵。这边虽然很小，但是所有的东西都超好吃，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它每一道都是好吃，是可以吃的。夏威夷航空的商务舱会长怎样呢？一排是6个位置，壳的这个样子还蛮特别的，很像太空舱，应该是可以铺平。
非常大的一包被子。我刚问了一下，他说今天这一班商务舱只有4个乘客，然后我可以随便坐，想要坐哪里都可以。OK， 我最后决定坐在这边。刚问空服员，他们说这边可以拍得到外面那个夏威夷岛。Then for second service, we have a turkey sandwich or chauffa. OK. And the drink menu is in the back. Okay. I'll come and take an order, okay? Alright, thank you. 跟菲律宾那边很像，因为时间就不是很好，它不完全算是一个红眼班，就是你飞机上的时间都应该是你白天要醒着的时间，搭商务舱的那个需求性就没有到这么高。这里有附拖鞋，好酷哦！我没有在飞机上看过这样子的拖鞋，说实话没有很舒服，中间这个结有点粗。我后来发现是这个滚轮呢，这样子过去，它就在动了。插电孔，这个呼叫铃。哦，稍微有一点点隐私。这个应该是餐桌，待会拿出来。以商务舱来说，旁边能够收纳的空间没有到很多。屏幕在这里有3个。Splash and a pen. 哦 ，OK，iPad。它这边的过夜包是像刚刚那样子点餐的，这里面只有基本的牙刷、牙膏，通常都会附的东西，它就是你有需要再拿，它就是附给你一个牙刷，剩下的这些就可以把它放进去。这个是啥？这个是放那个 iPad 的地方，像这样，你要看东西的时候，那这个图示应该是 iPad 啦。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没有荧幕，连肯亚航空的商务舱都有荧幕了。那我这样是不是其实搭经济舱就可以了？好，没关系，我们心态要稳。接下来看一下它食物的表现。它这个餐桌好像有点坏掉，要拉出来要费一点力。对，这样才正常嘛。主要的收纳空间在这边，可以把它夹在这里，这里也有一个。他刚刚来帮我铺床垫了，蛮厚的，干净。还有个优点，免费的 WiFi， 赞哦。因为没有电视，所以给你免费的网路，蛮合理的。可以到很平哎，头会稍微翘起来一点点，我一7、8脚刚好到边边。居然是直接付给你一个 iPad 啊！这是他们的系统，好酷哦！午餐时间，它的日式看起来超赞的，哇，还有味噌汤。刚刚午餐很好吃，然后我算了一下时差，我现在应该要睡午觉。刚刚睡得很好，3个小时左右。接着去日本就可以过日本的时间，因为我日本的飞机起飞是11点50分左右，台湾时间大概10点50分。下一段睡眠就是撑到回台湾的飞机再睡。准备要下飞机了，他送我一个巧克力，富士山哎。好，降落在关西了。我觉得不错哎，体验蛮好的。我觉得商务的商务舱虽然功能上跟一般商务舱期待的，这台机型算是比较偏旧的，但是我觉得很大优点。第一个就是它的食物就很好吃 ，WiFi 超级快，而且无限流量。然后因为有搭商务舱，所以我觉得对我接下来调时差会很帮助。因为我刚刚吃完我第一餐之后，我就睡了3个小时。因为现在的夏威夷时间已经是将近半夜12点了，但是我要再待6个小时才能够达到我回台湾的飞机。所以说我在这里会等于是熬夜到以我的时间的早上6点，我才能够搭上飞机回台湾，然后我在回台湾的飞机上睡。但就是因为我刚刚在飞机上已经有先休息3个小时，所以我觉得待会的这段熬夜应该不会到那么辛苦。过去的那一趟搭菲律宾的商务舱，我也是因为在飞机上有休息，所以我一下飞机可以马上开始拍摄。然后这趟回来虽然说转机时间有点怪，但是也是因为有多花了这个钱，所以我接下来调时差应该可以比较顺利。好，那这就是我们夏威夷篇的第1集。虽然说这样看起来好像已经结束了，但是下周会开始夏威夷的日常，总共有4集，所以周1到周4会是阿迪日常，然后周5再回来阿迪英文做整个旅程的总结。所以接下来想要看我奇哥、蛇丸跟胡椒在夏威夷的冒险的话，欢迎大家可以移驾到阿迪日常。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拜拜。